Hello，大家好，我是郭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我也是刚刚回到家，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1点，快11点半这样子啊。然后呢，刚刚在外面跟人谈事情的时候，就看到比特币是有这样的一轮下跌，应该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吧，就有一波从4300042500吧，一下子跌到了40000我看是多少40677。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图里面看到的东西呢，是基本上行情就按照我上个视频里面讲的那样子，当时说是在0.5这个位置会有一段震荡，应该是上周六的时候讲的，因为当时也说就周末嘛，行情会比较的冷一些，而且又正好是0.5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通常不会停留太久，很快就会选择一个方向。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讲的是，我更倾向于看它会跌。为什么会跌呢？就我们这个视频先复盘一下，然后再讲一下之后的事情啊。为什么会跌呢？在上期视频其实有讲，因为从前面看这个空头的量呢，也就是红色的量柱呢，很明显是占了一个主导的地位，而倒不是说红色的这个量柱它很强，就一定是之后一定会跌，而是要去看一个相对的，这也是根据自然交易理论，我们要去看这种对比的一种情况。相对呢，多头也是有在去一个缩量的，唯独这一根呢是有去冲一下，所以当时在这一个量能出现的时候，我是有发一个 Twitter 就跟大家讲说要再观察下一个4小时，如果下个4小时就是这一个啦，这个。如果下个4小时它是绿色的，那么它有可能会往上走，就真的是反弹开了，但它没有，所以呢，在上一期视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里震荡之后，我认为它大概率会下跌到0.382，那现在的价格呢，就正好在0.382线这里呢进行了一个短暂的停留，可以说自然交易理论的这种点位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就比如说，大家看啊，这个的位置就很有用啊。当时画这个斐波那契上升通道，首先要是根据自然交易理论画的，不是根据传统的交易理论画的。那当时选了这个下面的两个这个低点啊，那高点呢也是莫名的就高度的吻合了，而且像这种位置都很吻合，大家可以看到，我图会不会太小这种位置都可以，就都很有效啊。然后包括最近的这个的位置也很有效，我的空单就是在4700047400还是47500，我忘了，就大概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吧，再低一点，这个位置，差不多吧，这个位置去建立的一个空单，然后那后来这样子，它也是有下跌下来，空间呢也还不小。看看啊，从47000到最低15%，还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个空单的盈利的一个幅度啊。那么目前来看，这个通道这是说的第二个重点。就目前来看，这个通道呢，它依然有效，它依然是一个上升通道依然是个上升通道。而这个通道的点位呢，目前来看依然是很有效的，包括最近几次，那这一个点位了，然后这个0.5的位置也不错了再到今天的这个0.382的位置也不错了。从这些东西来看呢，我认为它依然是很有效的。然后在上期视频里面是有跟大家讲死了。等一下，但是这样又太花了。就是在上期视频有讲，就是说当价格跌到这个位置以后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目前呢，这个反弹是在2天前，准确说是3天前说的这样的一个剧本但是从现在走出来的量来看呢，我认为它快速反弹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从你大家去看这一部分的量能，还有这一部分多头的量能，可以说多头并没有表现出来想要快速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冲动或者说欲望吧。包括这一个4小时就很小的这个4小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4小时呢，就是这个4小时，这个4小时多头的量太小了，太小了，就真的感觉有点像是前一段时间的
空头，就是一直上涨上来，从37000吧一直涨到48000，这涨11000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空头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子，就它一点都不发力。然后这段时间呢也是这样子，依然是空头在不断的发力，就是这个下跌这一段依然是空头在发力，而多头呢基本上没有看到那种想要去反弹的这种欲望。所以当今天价格比特币已经跌到了40800这样子就最低是40700，我还是会维持那样的一个观点，就我认为它还有可能会再往下的去回调一下，就是它会再往下，但是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往下，而是我认为它会在0.382这里呢会有一些震荡的，会有一些震荡，这样子也很正常。就有些震荡之后，然后呢，我当下我认为根据量能来分析，我认为它往下的这样的概率呢会比较大。那下一个的这种往下的目标位呢，就会先看到39500了。39500跟大家讲一下，提醒一下，就39500呢是在前一段行情里面一个非常密集的价格位，大家可以看到这条线吗？这条线过来，非常非常的密集，在这段时间是有很多的停留的是有很多停留，你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这段行情的一根中轴线，大家懂什么意思啊？你们看这里和这里，就是这两段的距离呢，差不多是个中轴线。如果按照传统的理论，就会跟大家讲说，这段地方它的筹码比较集中，有很多人在这里换手，然后它很难上也很难下。如果你把时间的这个宽度放到足够大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里就真的是这样子的。不过在自然交易理论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就至少我目前学到的吧，没有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呢，还是说的简单一点，就不要搞那么复杂。我认为它有可能会沿着这个上升通道震荡一下下，也就是在等等我看一下这个价格也就是在41000到41500这样的一个之间吧，它会有个震荡。然后随后呢，根据目前的量能来说，我认为它往下去到这个位置应该是39000，对，39500到40000这样子吧，可能性会比较的大一些。OK， 这就是我今天对于行情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然后这里也稍微多说一句吧，因为总是偶尔会有人说那个WTT 老师所著的那本自然交易理论是我写的。首先我想对这么说的朋友表示感谢，因为你们真的很看得起我，觉得我有可能可以写出来这样的一本东西，然后让现在已经不仅是我是有很多的人都在传播它，认可它，非常感谢你的认可。然后也想借这个机会说清楚，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说了，因为总有人会这样子去猜测我也不去说他们是什么动机吧，但我还是觉得这东西呢，它本来就是别人的这个心血，别人的创作成果，我没有必要去占有它。那我当时只是作为他这本书的第2版的一个编者，就是去校对等等，作为一个编者，然后去做了一些跑腿的事情，比如说在 Amazon 就在 Kindle 在 Kindle Store 上面去上架然后在出版社去出版，这样子做了一些打杂的事情，才勉勉强强把我的名字就放在了书的这个就是封面上面，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很厉害或者是很有用的事情。总之就是这一套交易理论呢，我自己已经学了从学到现在已经有快4年了，3年多吧，3、4年这样子。我自己是逐渐的就从传统的交易理论转移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颖的理论上面。就这套理论它是一个华人所著，其实也不算唯一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也有华人所著的理论，就我觉得挺不错的，挺好的。虽然它这本书很薄，然后写的一些案例从目前来看确实是有一些案例太过单薄，导致有些人可能看不懂。就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它所传达的这样一套技术理论的方法，还有它包括心术的部分，就你如何去进行一个更好的交易，如何去稳定自己的心态等等，这些是我非常认可的。我认为技术这种东西，就任何技术理论，这里也不瞒大家说，就大家所熟悉的那些技术理论，很多都有官方的，就是出版社或者是这本书的作者等等有联系到我，希望我能去推广他们。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某恩某特某禅之类的都有联系过我，希望我去推广他们这套交易理论。就我觉得这很正常啊，我也没有说他们推广就不好，这没有什么不好，对吧？总之，我认为任何技术交易理论它都有它的逻辑所在，也有人靠着他们去真的实现了盈利，这就很好。那我在这里说这些呢，无非就是想跟大家讲说，其实不在于你学哪一套，你只要认真的、用心的去学一套交易理论，我都相信你可以在二级市场成为那一个少数人，就是那一个真的去通过技术理论赚到钱的人。好，这期视频我就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讨论数字货币的行情以及各种各样的情报。就这样子，拜拜。